道即巅峰，拿走周杰伦耿耿于怀的第一次，孙燕姿竟被嘲是冷门歌手。起因啊，是一个00后的小朋友发帖，一脸真诚的向大家推荐一位冷门的新加坡华语歌手。他说啊，这个歌手叫孙燕姿，他无意中听到了他的歌，声音非常有特色，但感觉在国内好像不是很多人听过。这篇帖子啊，就像一颗复古核弹，瞬间引爆了整个中文互联网。冷门歌手孙燕姿这个堪称年度最好笑的话题迅速冲上热搜，无数80后、90后一边笑出了眼泪，一边默默地打开播放器，点开了那首刻在自己青春 DNA 里的《天黑黑》。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成人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孙燕姿出道的那一年啊，正是华语乐坛最巅峰的时候。那几年的华语乐坛堪称诸神之战，萧亚轩正当红，梁静茹凭借一首《勇气》火遍大江南北，而一个戴着鸭舌帽唱着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的害羞男孩，也刚刚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J》。就在这片神仙打架的修罗场里，一个来自新加坡的瘦小的女孩横空出世了。她呀，就是孙燕姿。没有惊为天人的美貌，没有火辣性感的身材，她穿着一件最简单的白背心，留着一头清爽的短发，抱着一把吉他，安安静静的唱歌。这首歌叫《天黑黑》，它就像一阵裹着湿润水汽的清风，瞬间吹散了当时华语乐坛所有的油腻和矫情。华纳唱片这家嗅觉灵敏的资本巨头为她砸下了血本。从专辑开始，孙燕姿就被定位为亚洲级艺人，由中国台湾的包小松、包小柏和新加坡的李伟松、李思松这2对王牌兄弟联手打造。结果这张同名专辑呀，在那个唱片业最后的黄昏里，硬生生卖出了30万张。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约等于一个神话。而真正让孙燕姿一战封神的是第2年的中国台湾金曲奖，那一届的最佳新人奖被称为死亡之组，入围的有周杰伦、戴佩妮、范玮琪、林凡。所有人都以为啊，奖杯会是那个横空出世的音乐鬼才周杰伦的囊中之物。然而最终啊，当颁奖嘉宾念出那个名字时，整个华语乐坛都为之失声，是孙燕姿。她成了唯一一个在最佳新人这个奖项上干掉了周杰伦的女人。从此男周女孙这4个字定义了21世纪初整个华语乐坛的格局。他们的出现彻底终结了4大天王时代那种以港乐为尊的旧秩序。周杰伦用他的 R&B 和中国风为华语音乐找到了一种全新的与世界对话的语言，而孙燕姿则用她那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和充满力量感的姿势情歌重新定义了女性歌手的可能性。她不是甜腻的玉女，也不是苦情的怨妇，她是独立的，是倔强的，是那个会在绿光里唱着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的元气少女，也是那个会在我怀念的里唱着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的洒脱前任。她和周杰伦就像一个硬币的2面，共同开启了华语乐坛那个原创为王神仙打架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而周董对这场失败也确实是耿耿于怀。20多年后啊，当他已经成了无人能及的奶茶轮时，在演唱会上提到孙燕姿，他还是会半开玩笑的说，对啊，我有一件事情非常耿耿于怀，就是我的第一次被你拿走，然后我感觉你看这2个人，一个杀疯了，一个不服了20年，这种天才之间的惺惺相惜啊，让当时的乐坛都磕疯了。就连乐坛大姐大那英都在颁奖典礼上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公开拉郎配。当年还曾经跟这个给他们俩配对来的，周杰伦跟他配对别再配了。你高兴就乱讲话。然而这场对决还远没有结束。如果说啊2000年是诸神之战的开端，那么2004年就是一场神仙打架打到天庭都快被掀翻了的诺曼底登陆。你根本无法想象那一年的华语乐坛有多么的奢侈。周杰伦在那一年发行了被无数人奉为个人最佳的专辑《七里香》，同名主打歌直接把诗意这2个字写进了流行音乐的 DNA 里。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源自落叶，跟我的思念厚过一叠，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你出现在我诗的每页。而另一个来自新加坡的男人林俊杰则用一把烟雨蒙蒙的油纸伞江南，硬生生地从周董的诗意里杀出了一条血路。相信那一天你我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
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地球里有多痛，就有多浓。当梦被埋在他那言语中，心碎了才懂。飞儿乐团也在那一年横空出世，他们的第一张同名专辑用一首《Lydia》直接定义了什么叫出道即巅峰。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来飞翔。张韶涵发成了《欧若拉》，用她那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宣告了电眼娃娃时代的到来。爱是一朵花，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茉莉被击垮，喜欢的语言，看过去找不肆意的爱。五月天发行了《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蔡依林有《爱情36计》，王心凌有《爱你》。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描线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在那一年，打开任何一个音乐榜单，都像是在逛神仙庙会，你方唱罢我登场，首首都是王炸。而在这样一片堪称地狱级难度的战场上，孙燕姿带着她的 Stephanie 不仅没有被淹没，反而再次杀出重围。一个能让周杰伦记恨20年，能在那样的神仙战场里杀个7进7出的女人，她怎么可能冷门？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出道就直接王炸的女孩到底什么来头？当你深扒她的背景时，你会发现她的故事充满了2个字儿：反差。孙燕姿出生在新加坡一个标准的高知家庭，父亲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教授，母亲也是一名教师。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里，她本该被培养成一个知书达理的淑女，但她偏偏长成了一个骨子里刻着反叛的野丫头。她不爱读书，偏爱音乐，5岁学钢琴，10岁登台演出，大学时更是自己组乐队，写出了人生第1首歌。当她的母亲把她送到新加坡著名音乐人李伟松的学校进行系统学习时，她的才华终于被看见了。华纳唱片的董事长周建辉来学校挖人，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嗓音独特、充满力量的女孩，当场就要签约。然而，孙燕姿的父亲却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不可理喻的要求：我的女儿必须完成大学学业之后才能签约。你敢信吗？在那个所有人都想一步登天的年代，他们家竟然把一张来自顶级唱片公司的头等舱船票硬生生给按住了。而华纳这家资本巨头竟然也答应了，他们硬是等了孙燕姿足足2年。这2年等待的不仅是她的毕业证，更是为她日后那份视名利如浮云的洒脱埋下了最深的伏笔。因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唱歌是她的热爱，但不是她的全部，她随时有路可退。而她的学生时代最叛逆的一件事，更是将她骨子里那股劲儿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时一位历史老师因为她成绩差，对她说：“希望你不要去考试，她已拉低了所有人的成绩。”这一句话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她的心里。从此，她开始拼命读书，成绩从 F 一路考到了 A。当她回到学校取成绩单那天，她正巧看到了那位老师，她没有说话，只是与他擦肩而过。后来她说我不觉得老师有鼓励到自己，所以做个好孩子反而是我做过最叛逆的事儿。你看看，这就是孙燕姿，她的叛逆不是离家出走，不是打架斗殴，而是一种用最安静也最狠的方式向所有看不起她的人证明：你说我不行，我偏要行给你看。当这样一个骨子里刻着反骨又手握退路的女人进入娱乐圈这个名利场后，她的行为模式自然也和别人完全不同。别人是拼了命的想往上爬，她是拼了命的往下撤。一炮而红后孙燕姿像一只停不下来的陀螺，3年发了7张专辑，这种堪称自杀式的工作强度，最终彻底透支了她的所有能量。于是2003年，25岁的孙燕姿做出了第一个违背所有粉丝意愿的决定，暂别歌坛，休息1年。在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在那个神仙打架一天一个样的年代，消失1年，无异于自毁前程啊！然而1年后，她带着一张以自己英文名命名的专辑 Stephanie 杀了回来，专辑预售就达到了150万张。她用实力证明，女王就算暂时离开，王座也依然是她的。然而，她对这个名利场的过敏反应却越来越严重。2007年，在埃及拍摄 MV 时，她和团队遭到了当地黑心导游的持枪威胁和勒索，这本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海外危机。结果，她当时的公司为了炒作新专辑，竟然把这场生死劫难当成
成为一场真人秀，向媒体大肆渲染，一时间全网的八卦狂欢淹没了他精心准备的音乐。这件事彻底触碰了他的底线，他一怒之下再次与公司解约退圈。这一次他消失了整整4年，4年里他去学画画，去研究食谱，去认真的经营一段不被任何人打扰的感情。他用自己的行动向那个正在把人异化成商品的娱乐工业说了不。他拒绝被资本裹挟，拒绝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营销的素材，拒绝为了维持热度而牺牲掉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和自由。在今天这个人人自危，生怕被内卷的洪流淘汰的时代，孙燕姿这种随时敢于掀桌子不玩了的底气，成了一种极其奢侈也极其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他成了一个反内卷的精神图腾。2006年，在一个朋友的酒会上，他认识了一个叫纳迪姆·范德罗斯的男人。这个男人不是什么富二代，也不是什么圈内大佬，他是一个来自荷兰的印尼裔，一个高级打工仔。他对孙燕姿一见钟情，展开了热烈的追求，而孙燕姿也被他们分于娱乐圈格格不入的真诚所打动。2011年，当他再次出现时，他已经成了人气。他们的婚礼极其低调，没有世纪婚礼，没有歌词赞荐，没有媒体通稿满天飞，圈内人只请了一个蔡依林作为伴娘。你看，这就是孙燕姿的选择，她绕开了所有女明星都渴望的豪门剧本，选择了一个最门当户对、精神上门当户对的普通人，因为她自己就是豪门。她需要的不是一个能给她物质的王子，而是一个能和她一起享受平凡的队友。然而她做梦也想不到，当她已经半隐退，安心享受着岁月静好时，一场由 AI 掀起的风暴再一次将她推回了舆论的中心。2023年 AI 孙燕姿横空出世， AI 用她那独一无二的声线去翻唱别人的歌，从周杰伦到王菲，几乎血洗了整个华语乐坛。一时间 AI 孙燕姿成了比孙燕姿本人还要火的顶流。 AI 都要取代你了，你还不出来营业吗？正主再不努力就要被赝品干掉了。面对这种近乎挑衅的局面，所有人都以为孙燕姿会愤怒，会发律师函，会像一个被侵犯了领地的狮子一样奋起反击。然而她没有，她在消失了很久之后发表了一篇逻辑清晰、视角独特，甚至带着一丝自嘲的长文。在这篇堪称满分作文的回应里，他说：我的粉丝们都已接受我就是一名冷门歌手，而我的 AI 正处于事业的巅峰。你并不特别，你是可以被定制的。在这无边无际的存在里，凡事皆有可能，凡事皆无所谓。我认为思想纯净，做好自己已然足够。你看看，这是何等的通透与豁达。当所有人都在为被 AI 取代而焦虑时，他却用一种近乎降维打击的哲学思辨告诉我们：模仿可以模仿我的声音，但你无法模仿我的思想、我的选择和我那一次次转身离开的人生。孙燕姿之所以无可替代，不是因为她被天使吻过的嗓音，也不是因为她那些刻在我们青春里的金曲，而是因为她活成了我们想成为却又不敢成为的样子。她清醒地为自己而活，不讨好，不迎合，不被任何外界的声音所裹挟。2023年，当她在你好吗线上演唱会上再次唱起那些熟悉的旋律时，那场直播吸引了将近2.3亿人次的观看。2025年，当她宣布开启全新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时，门票在0.001秒内售罄，上海站有160万想看，北京鸟巢更是座无虚席，买不到票的歌迷甚至都在场外也要享受女神的宠幸。这些冰冷但滚烫的数据，就是对冷门歌手这4个字最响亮的一记耳光。如今46岁的她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妈，生活的琐碎在她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但当她再次站到舞台中央时，时光仿佛重叠，那个25年前穿着白背心唱着天黑黑的少女，此刻披着温柔的光，带着岁月沉淀后的从容归来了。人人心中都有一首孙燕姿，在这个浮躁的喧嚣的当下，她就像是时代对我们这代人的一份温柔的补偿。她可能会离开，但她一定会再回来，继续惊艳这个世界。